我和 Fizz 经常演出时都是跳双人舞的，它就像一面镜子，也像我的影子。我跟子成滑皮艇的时候，会觉得很有安全感，而且让我可以很专注，因为他就是我最好的另一半。卓伟今年23岁，是新加坡皮划艇队的运动员。这里是新加坡体育城，我每天来到这里做训练。我现在就要进去暖身。Hey bro。卓伟和同龄的郭子成在15岁那年加入国家队，而结下友谊。我好像2015年第一次看到子成，他比较安静，不会说太多话的。我们平常是独自滑的，16岁是我们两个第一次一起出国比赛。教练就开始试一试不同的组，看一下哪一个是能滑得快，速度快。双人艇嘛，我们配的时候大多数都是要看个子，但是 Jovi 跟子成就是有一点特别，Jovi 就身高比较高，子成就比较矮一点，但是他们配起来的默契特别好。In 3, 2, 1, now, ready, go! 当我们一起用力滑，在同样的时间，船就会动得非常顺利，我们两个也会感到比较轻松。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搭配会这么好，就是16岁那一次人就是滑得很好，连我们一起滑都快要8年了。You can adjust the intensity a bit lower, but keep the sharpness in the stroke. If I keep the body fast, 支撑。我觉得是因为他们是很好的朋友，他们有很深的那个兄弟情，他们这样的组合就会互相鼓励，互相把对象的那个优点都带出来，也促进他们更加进步。27岁的许嘉胜和37岁的 Fizz 是艺术表演者，虽然两人相差10岁，但对演艺的喜好相同，成了莫逆之交。我们下个星期有一个表演，所以我们现在在编舞。我们编舞的时候都知道相反的优点还有缺点也是，所以我们表演的时候如果他失误的时候，我们都会捉弄对方。观众看的时候，他们都觉得我们比较有趣。I guess when it comes to like performing, it's more of like complementing each other. When you have like a certain partner that can do spontaneous stuff with you and it doesn't feel awkward at all, it's like a perfect match. 我们的文化语言都很不同，在台上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双胞胎这样咯。I think 我们开始跳舞的时候都有相似的背景，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都是跳 B-boy， 就做 hip hop 跟 contemporary dance。嘉胜毕业自新加坡国立大学戏剧学系，他从小就对身体律动相关的活动感兴趣。
我8岁的时候，学校有课外活动，就也有体操，所以我从加入体操后，发觉到我喜欢滚来滚去。我14岁的时候在 YouTube 看到别人表演跳舞，就学街舞跟现代舞。我小的时候，爸爸都不赞同我跳舞，因为他觉得我跳舞赚不了钱，也不能维持我的生活。2019的时候，我有机会到中国长沙表演的时候，他看到我表演后，对我要跳舞的想法有点转变了。2019年，有一位马戏团杂技表演者从社交媒体看到嘉盛扎实的体操基础，便引领他跨入杂耍世界。后来，两人成立了一家公司。从体操到舞蹈到杂技，他们这里都有大概一样的技术。大约5年前，当我们跳舞演出的时候，我就遇见了 Fizz。我也懂他，也会翻跟斗之类的东西。当 COVID 的时候，我们都表演不了，所以我们就开始聊天比较多，所以他就想学杂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一起玩了，就探索了解杂技之类的东西。When I started joining and training, we bonded much more closer. He is reminded of me when I was younger as well. I gave him a few advices from my experiences and he took it. Eventually, the friendship just become like a brotherhood. We became like a mentor-mentee. It doesn't mean that he only learns from me, I learn things from him as well.嘉冷水上运动中心是新加坡皮划艇国家队训练的大本营，这里俨然是卓伟和郭子成的第2个家。当教练让我们一起合作划皮艇，全部的训练都是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那个经验让我们变得更近。目前我们每天都会来这水上运动中心，星期1到星期6每天都会有训练。早上训练完后，我们就会上学。学校完了，我们会回来这边，会有第2次的训练。卓伟和子成朝夕相处，培养出合作无间的默契，更是赛场上不可或缺的另一半。用一个东西来形容卓伟的话，我就会说，卓伟就像一个手机，出门的时候会带手机，如果没有手机的话，就是很有一个很怪的感觉这样。如果没有子成这样的朋友在生活中，我就有觉得这个情况有一点奇怪。他在生活中就是一定要的。这里是新加坡体育学院，我和子成平常会一起住的同一间房间。当我们比赛快要到的时候，我们运动人员会搬到这里的。我跟子成在一起的时间，也跟我自己家人的时间比较长的。他总是会说我们是从不一样的妈妈的兄弟。16岁的时候，在我欧水准考试的第1天，我的父亲去世了，所以那时候他也是一样有欧水准的考试，他就来我家陪我一起读书。我个人觉得16岁不应该经过这件事情啦，所以我就经常去他的家问候他，常常发觉去给他，经常约他出来一起吃饭，不要让他一个人在家里承受这么大的负担。我就觉得那年就是我们的友谊加强了。
几个月后，子成与前女友分手。周伟联络不上子成，急得他和朋友们四处找人。花了2个小时来找他，终于找到他，他在附近的公园里坐在一旁。我看到他就觉得哇，这个笨蛋终于找到他，让我们都担心那么久的。卓伟常常先考虑别人，他的所有的悲伤还是什么负担暂时放在一边，会主动的来关心我。就是从那件事我感受得到，其实卓伟是一个很关心别人的人，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朋友，我想要的一辈子的兄弟啦。我们每次一起表演，我们相处的时间都很长。每次表演完了，我们都会去沙滩啊，去那边就坐在椅子聊聊天。许家胜和 Fizz 的理念相似，干脆邀请他加入公司一起打拼。两人各司其职，成了工作上重要的另一半。我们变成经营伙伴，对吗？他大多数都是做设计、表演之类的东西。我本身是喜欢树木之类的东西，所以大多数我是做那边安排部分的东西。Fizz 大我10年，对吗？在这个行业他已经有15年的经验了，他就教我了怎样在这行生存。除了分享个人经历， Fizz 也成了家胜最佳的精神陪伴。从我2年前跟我女朋友分手的时候，她每次都会找我，to make sure that I'm fine。所以我去年的时候关掉我的studio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辜负了别人。那时的时候，我的心情也不大好。Go go go！ I was just trying to cheer him up. Tough bro. It's okay, this is just business and patterns of life. We fall and let's just rise again and I'll be here. That was the first time I saw him broke into tears. When he shows his vulnerability with me, that just changes everything. This simple friendship that we have, it grows into like a more of like a trust, a brother relationship with him. 家胜失恋期间 ，Fizz 介绍他体验心流艺术，以转移他的忧伤。心流艺术是指表演者利用道具结合身体律动的艺术形式。每次玩心流艺术的时候，我都会达到一种冥想的状态，心态也感到很平静。就觉得是在跟自己沟通。我父母都是很传统的，我长大的时候他都是教我要赚钱。认识他的之后，就觉得生活不用这样认真 ，It's okay to have fun。我现在去子成家，我平常有空的时候就会跟子成约来到他家玩一玩、吃饭。Hey bro。第一次来到子成家是2017年吧，我跟其他朋友都一起来，我们来这里拜年。然后也就是第一次认识子成的爸妈，他的家人。不管我们做任何活动，只要是好玩的，就会让我们的友情变更好。
如果妈妈知道周伟有过来吃饭还是什么，她就会特别准备多一点食物。我就把他当成是子琛的兄弟之一，我也是会说特别的去关照他了。我父母还是家人都很接纳我这个好朋友、好兄弟，有时会问我周伟现在怎么样了？他在读什么？能认识一个好朋友，还有他的家人，就是会觉得比较幸福。我觉得他们两个的关系有时候都比他跟自己的亲生哥哥弟弟更加来的联系，内裤都可以公司的穿，那种难兄难弟啦，我是觉得。子琛的女朋友都会讲说，他们有时候好到他都觉得到底谁是他的另一半。他有时候有什么东西，他也是会问我丈夫一些意见呐。我唯一只可以跟Joey讲的一句话是说，有什么困难呢？我们的大门都是永远的开着，你可以随时随地都来找我们。Remember that time we organized like a rave? 许家胜和 Fizz 携手创立新的工作室后，开办了不同的表演课程，也尝试更多元化的演出。I think pass me the cloth first. All right. Whoa, this is from the show. Yeah. 最近我们有一个表演，我们需要设计一个服装，所以这个表演我们是站在一个高脚的。在这行有点难生存的原因，是因为耍杂技在新加坡还是算是很新的一个行业，所以人家都不太理解我们是表演什么。如果 Fizz 不在的话，我觉得我会放弃耍杂技之类的东西了。有他在我身旁的时候，我就不觉得那么孤独。卓伟和郭子成平时密集训练皮划艇，有空档时会跟其他组员相约打篮球，舒缓压力。Ready, go！ 特别是今年，他们为了争取明年东南亚运动会的参赛资格，更是马不停蹄参加各大国际比赛。有这样的朋友一起做这件事，一起训练，一起比赛，也就会推动我做必须要做的事情。对子成而言，这无疑是种压力。他在18岁之后，曾一度疏于国家队的训练。服兵我很难，好像抽出时间来训练。服兵完就进大学，因为大学的课业比较重，就是有一阵子就会我停止这国家训练了。这些年来，卓伟持续参加训练。他的团队在2021年东南亚运动会男子500米4人劈艇中夺得铜牌。可惜这份殊荣无法与子成共享。于是，卓伟邀请子成和其他队员再次携手出征国际赛事。让我每天都期待来训练。是因为有这个好朋友，知道我们是在一起奋斗，一起朝向一样的目标。我是很羡慕他们的友情，因为是很难找到一个这么好的搭档，能够这么多年还在划船在一起，没打架，很好的朋友到现在可以吃饭，可以玩游戏。
卓伟是一个很可信的一个朋友，也在我人生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了。就算是I think 50岁，我们还是会跟其他朋友一起出来，就是喝咖啡这样子啦啊。就是还会一起做更多好玩的事哦。Let's go！ 所以我们两个都很喜欢出国探索别人的文化之类的东西。如果有这个音乐会的话，我们都会出国玩。非常珍惜有这样的朋友，是因为我们在表演的时候都是好像在游戏的过程这样。It's a wrap. Let's say 30, 40 years when we have our own grandkids. I feel like we still meet and then Disturb each other's kids. yeah.